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4年的10月8号，现在是欧洲时间的下午6点啊。那么由于时差的关系呢，在亚洲时间的话，差不多现在应该已经是在夜里了。上周呢，我录了一个视频就是关于中国股市上证指数 A 股。日元的汇率，还有美元的价格走势我当时在那个视频我就说了我说这个 A 股呢，如果就是在2700点、2800点这个时候没有买进的如果是在节后要买的话，那这个风险是很高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是中国的国庆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今天的这个股市呢，应该来说已经是一个套人的行情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差不多开盘就是涨停就不管指数还有很多个股就是你如果不是在那个开盘之前的集合竞价的时候，你挂一个涨停的价格，你是很难买进去的，你几乎就买不到。但是呢，它在盘中和盘后呢，又继续的就是下跌今天整体的走势呢是一个冲高回落上影线和下影线都非常重的。那么由于中国 A 股的这个制度它不是日内交易的它是 T+1的，就是你今天买进，你得明天才能卖出。所以呢，这个明天如果开盘它给你就向下跌，那么你今天的人其实就全部都套住了所以呢，我说呢，就是如果在之前没有买的，在国庆节的这个后面呢，就千万不能买就现在买的话，非常有可能呢就是套在高位那如果说未来股市能够涨到6000点、10000点那你现在买的不是高位，对吧？你现在买的是一个中位甚至是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但是如果说这个行情它又继续向下了它又回到了2600点、2700点，那么你现在就是套在顶部再次向下的话，有可能这个会跌得更凶猛。那么现在的这个股市呢，它主要新开户，包括就是来购买的，全是一些散户今天还有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股民他就说他说我不知道买什么好，我就随便买了一个股票，买进去以后呢，我发现亏了亏了以后呢，我就想卖掉，但是我发现卖不出去就现在开户的这些股民呢，他们连就是中国股市的交易规则就你不能够日内交易这一点他都不知道，他就开始开户来炒股了完全呢就是被网上的一些炒作的或者说一些这个权力唱多的这些视频呢给诱惑因为大部分的人一般都会说现在股市马上到牛市了，我投入1万块钱，几天我就赚了4000块现在就网上流传的最多的是这样的一个段子，是吧？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散户呢，他最后呢都会亏得很惨并不是说这个股市它本身它是就是故意的、恶意的要去让你亏损不是的，因为你投资这个事情本来就存在的风险，在股市当中本来就是10个人赚钱的话10个人里面的话8个人赚钱了8个人亏损的话2个人赚钱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2-8原则所以就是不可能有人人赚钱的这种行情那么所以我说呢，如果之前买的现在还没有
卖出的，那真的要好好的就是考虑一下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10月8号今天或者以后买的呢，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亏损的问题，是亏多少的问题明天如果来一个大幅的下跌后天再连着跌一天，2-3天里面可能你的亏损就能达到30-40%这个不是开玩笑，30-40%一般的散户他就已经没有这个心态去止损了他就会扛着，那有可能这个扛的就会非常的漫长那有的人如果说还要去补仓什么的由于这一波行情呢，很多人都是贷款都是这个借钱来买这个股票，投入股市，已经非常的不理智了所以这个未来带来的这种下跌起来的这个时候应该也是就崩起来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就话又说回来我选的几个股票就是我在这波行情，其实这波行情我的股票如果算到今天的话一共涨了53%，但是我是在它涨到30%，就是节前的最后一天我就给它卖掉了所以我少赚了23%就截止到今天为止。但是呢，我觉得它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因为本来我也没想到能赚30%，对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可能卖在最高点，买在最低点的你只能就是说日积月累的有一波行情你做到了那就做到了，对吧？就我现在这个心态或者说这种判断这个行情的这种思路就不会非常的激进我觉得这个跟年龄跟这个从事这个股市一直交易什么这种经历这个都有关系慢慢的就会心情就趋于平淡。那么再说说这个黄金吧黄金我上周就说了，我说这个黄金这个价格现在已经太高了那么接下来呢应该就是要向下回调或者说下跌那我看的这个点位呢差不多是在2500左右因为现在是最高的时候差不多要接近2700了嘛，对吧？所以我说它的下调点位是在2500左右，就是差不多下降200美元那么今天呢现在的价位呢在2600左右其实离我发布上一个视频到现在差不多1周的时间吧，已经跌了差不多接近100美元吧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我也不愿意去跟别人争论有些人就跟我说你根本这个不懂那个不懂我是就真实的在这个市场里面去购买的实际去实践的不是什么网上打嘴炮录个视频要点什么流量，对吧只是就是说空着也空着那我就会分享或者说我自己如果说预测的这个方向它准了，那么我录个视频留个纪念，对吧？以后我自己看一看，也知道在这个时刻我是怎么想的，对吧？那么黄金呢，这个它的走势呢，应该接下来就是2500，并且呢，这当中就算有回调这种20-30美元的这种在涨什么的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一般呢，我对黄金这种商品或者汇率之类的，我都是看一个相对中长期的因为短期的1-2天、2-3天的这种行情或日内的你几乎很难赚到钱，并且就是说你心态各方面就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你绷紧神经去看那样的话赚的这个钱还不如我花进去的这个精力也就没有意思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之前的关于这些投资理财的视频我也说过，这类产品一定要清仓就股票呢，像这次股票2700点，我是满仓的就重仓
去做这个 A 股啊，我就觉得是有一波这个行情，并且呢，就我愿意适当的就多放点时间的。但是像这个黄金啊、汇率啊这种东西啊，日元汇率啊什么啊这种东西就一定要清仓啊，就买的少一点，但是你可以就是根据你预测的方向多拿一点啊。包括那个日元的汇率，日元啊，其实也就走强了2天啊，我是在148.7做空的啊，现在的话应该又也往下了，对吧？它最高好像是到了149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波日元呢，应该要看到140以下，还是当然需要一点时间了，对吧？我认为2周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呢，这个趋势啊，肯定是的，就日元还是会趋于升值啊。那么短期的日内的我也就不说了，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对行情的判断啊。他说我做1秒钟级别的啊，我每秒我都高频率交易，我也能够赚钱啊，那个是你的本事，对吧？每个人的这种方式不一样，可能这个1秒我的反应都反应不过来，你让我手点一下，我都没有这个反应能力啊。所以呢，就是我思考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啊，比较慢的啊。我是属于很多人说我视频说话非常慢，可以开2倍来看，因为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比较慢的啊，我不喜欢就是非常急切的去考虑一个问题啊。那么其实呢再说说这个中国的 A 股吧啊，其实呢香港的恒生指数还有就是在美国上市的这些中概股在那个中国休市的这些假日期间呢，它其实已经有一个向下的一个调整了。像那个 A50指数就中国的这个一些股票的这个指数，这2天已经下跌的是比较厉害的，这不是一点点的回调，是大幅的下跌啊。那么这个行情到底这波行情是还会不会继续就是向上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能稳住3500点，并且一直在3500点左右进行一个震荡那么它稳住了以后呢，它有可能还是能够继续向上。如果稳不住，那要向下走，破3000点的话那可能就会在3000点左右维持震荡。那这样的话呢，什么6000点什么这种是肯定想都别想了，这个是稳不住的要冲不到的所以呢，其实不管怎么说呢，就我认为呢，这一波行情，就目前2700到现在的这一波行情，应该来说就我的观点是已经结束了，就不会再有什么明天后天再继续向上涨，一口气涨到4、5千点我认为不会那如果说有的人说那如果真的涨到这么多怎么办那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一个人他可以就真的预测到这个股市能涨多高，能跌多少，只能说是概率问题因为如果什么专业的什么那些评论员也好，专家也好，如果他们真的能够预测到的话，那就是拿所有的钱去搏一下买一下，那都发财了，对吧？所以说即使是这些上市公司里面工作的，或者说那些什么专门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一样的，他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他只不过就是说他听到的消息可能他每天接触的这个东西可能更多一点，并且呢就是他可能更关注，因为他每天看这个新闻或者说看这些内容，对吧？但是有没有可能他知道未来的发生的事情，除非他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人
啊，不然的话它绝对不可能，谁都不知道啊，没有人能够就是完全知道这个市场，就每个人啊他到底会怎么样，对吧？但是呢，啊，就基于我自己的看法，就你如果也是做股市啊，所以很多人就我看到有些视频啊，在网上，比如说啊那个上海那个爷叔，就有很多人啊买哪个股，多少价位买，多少价位卖，其实它跟你是一样的啊。就如果说这个价位买，那个价位卖，就这种东西啊，就是你要去，因为那些人感觉就好像遇到上帝一样，他就非常的相信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啊，这个他不可能盈利，因为他自己连自己的主观的意识都没有啊。做这个东西，首先就必须要有自己主观的意识啊，就你自己要坚信一些东西。我这2年其实错过很多涨了10倍的股票啊，就当时我去研究去分析的时候啊，我认为这些股票未来会有可能涨5到10倍，但当我真的去买进去以后呢，它涨了1倍2倍啊，我就卖掉了。有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什么，就我自己的境界还没到这一步啊，就是我稳不住啊，所以我说那些人啊也是一样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践慢慢的演变过来的。我认识一个朋友，比我还年轻几岁，他从中国股市赚了大概6、7千万吧，啊，因为他把他整个一个股票账户的就从头到尾的一个什么胜率啊，那个赚了多少钱呢，就这样的一个东西，他截了个图给我看啊，当然不是炫耀。我也从来不会去问他哪个股会涨，哪个股会跌啊，就我们不会去讨论这些，这些就是好像看似，像秘密一样的东西啊。一般我们只会讨论一些，心得，对吧？啊，比如说，就是这个股市啊，就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比如说你说这个股市啊，如果现在买，你觉得止损多少是合适的啊？就我们会一般聊这种话题，不太会去聊说，哎，这个股要涨到多少钱，什么时候给它去卖了？哎呀，现在的股市还会不会下跌，还会不会上涨？这个没有人可以说得很准，对吧？包括我认为这个朋友他也是的，虽然他赚了6、7千万，但是呢，他里面也有亏损的啊。那他去给别人介绍股票，别人如果买了以后亏损了，会就说啊，这人做股票不行，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最主要的啊，就是要有主观的意识，对吧？我们这些视频说白了就是录了啊，讲讲个人的看法啊，并不是就是说的啊自己就是很神秘啊，说的自己很厉害，对吧？我看，当然了，现在因为真的那些人呢，我认为他不是做股票的，啊，他不是真的去投资的，他就是做视频的啊，主要以娱乐为主的，好吧？那个今天也就说完了啊。再说一下白银今天跌得非常厉害，现在应该是在我看看啊，白银的话现在是在30块2毛3毛左右啊。那么白银呢，从这个32块多跌下来的，那么应该还是继续会回调啊。我觉得30块如果稳不住的话，黄金如果到2500啊，那我觉得白银应该是在26左右啊。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当然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好吧？谢谢大家，也祝大家能在这个市场中赚到钱。